在这种漆黑的环境下，最合我称霸东瀛的一击必杀聚合斩。只要我不动，楚留香一出招，就让他必死无疑。看来他也在等。东瀛忍者果然能忍，难怪叫忍者。这么久都不动，真是匪夷所思啊！春雷一次，你已经死了。如果楚留香也跟你一样是个杀人的人，那么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实在想不到，号称无敌的伊贺第一忍者春雷一次，这一次居然败得这么惨。楚留香还没出手，你就已经败在他的手里，实在是太耻辱了。你又杀了一个人。又算在我头上了。楚香帅，今夜掌灯时，有人会在忘情馆的小琴那里恭候香帅的大驾。我倒是很希望香帅能去，却不知道香帅敢不敢去呢？何以前此，谁能忘情？在下石田斋彦，左卫门。虽然久居东瀛小国，却也久慕香帅侠名。今日有幸亲眼目睹了香帅以无声无形无影之不动剑法，战胜了一次势如春雷的刀法，令在下领悟了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武艺妙地，实在是大开眼界啊！石田斋彦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只可惜我是一个不太会客气的人，而且我有种病。香帅也有病？什么病？头痛病。我一听别人对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的头就会疼得要命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你知道是谁派依次去杀你的吗？我知道，是你。那你有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依次去杀你吗？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本事？哼，你为什么要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事呢？因为我要让你替我去杀一个人。
杀谁呀？史天王。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不留着他来对付我们呢？我要杀他，只因为我跟他之间的一点点恩怨而已。我已经活得太久了，我现在活着的唯一心愿，就是希望能看到他比我早死。当然，我也知道要杀他不容易，唯一能杀他的人，可能就是你。我也知道，要你去做这件事，同样也不容易。我听说他花30万两买了一口箱子，可这口箱子，我相信大概不止30万两。这口箱子里的东西大概值150万两。如果是贼赃的话，拿去卖给那些收贼赃的人，最少也有70、80万两。香帅的眼光真是高明极了。可是我的估价方法和你却有一点不同。有哪一点不同？我喜欢用人估价。我向来都是用人来估价。我相信这口箱子足够买下3000个处子的贞操，也足够让同样多的勇士为我拼命。香帅，这口箱子现在是你的了。如果你帮我办完了我要你办的事，另外还有一口同样的箱子，也给你。唉，小晴，你在哪里？麻烦你进来一下。香帅。这口箱子里的东西大概值150万两左右。如果这位老先生肯把箱子给你，你肯不肯陪他一晚呢？哎呀，我怎么会不肯呢？我本来就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啊。哎呀，做我们这种事情的女人呀，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如果让我们一晚上就挣这么多钱，叫我干什么都可以。不过嘛，今天我恐怕挣不了了，因为有你在这里呀，我当然要陪陪你了。啊，看起来你今天晚上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了。无论你是要找人陪你，还是要找人替你拼命，都没有希望了。所以你最好走吧，带着你的箱子走，而且越快越好，因为我可以保证，到了明天晚上，你一样还是没有希望的。
你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吧？我就知道你没有睡。如果你要是再不睁开眼睛的话，说不定我就把你吃掉了。哼，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吵醒呢？不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因为我睡不着，所以你也不能睡。那你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我有心事。你也有心事？因为我听到了一些本不该我听到的话，你也永远都不会告诉我的。不过只可惜，那天晚上你在城墙上喝酒的时候，喝得太痛快了，你竟然忘记了你的身旁坐着一个学过17年忍术，和你一样偷听别人说话的专家。那天晚上我们的对话你全部都听到了？就因为我全部听到了，所以我才奇怪。你明明都已经想好了要去找石天王的，为什么石田斋宴让你去的时候，你反倒不答应了呢？那可是150万两银子，不是150两，你到最后却不收了。难道你是觉得他人太好了，不忍心收他的银子吗？也许是吧。那你为什么要从我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弄走30万呢？因为你喜欢偷看别人洗澡，也因为你喜欢把别人装进那个箱子里面去。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说实话。你没有收他的银子，是因为你不喜欢石田斋彦这个人，你不愿意替他办事。你这种人啊，如果不喜欢一个人，就算他把银子堆在你面前，比山还高，你也不会看他一眼的。照你这么说，我收了你的银子，是不是表示我很喜欢你啊？我也很喜欢你呀，而且非常非常的喜欢，比那位公主还要喜欢。虽然我知道你说你喜欢我不是真的，但是我喜欢你却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只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说石田斋彦要对付史天王，只不过是因为他抢了他的爱妾霞姬。那么你呢？你也是为了那位公主吗？石天王抢了石田斋彦的爱妾，所以石田斋彦要你去抢史天王的公主。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那御剑山庄高手如云，你是怎么样将那位公主装进箱子里的呢？其实3个月前，我就想办法接替了香儿的差事，她的差事也就是给公主洗澡。我就发现，那位公主她非常的爱干净，一般换下来的衣服她是不会再穿第2次的。而且我要帮着她一箱子一箱子的把旧衣服拿出去送人，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所以这一次，你从山庄里运出来的不是一箱一箱的旧衣服，而是一个女人。听你这么说起来，这件事情好像简单得很啊。本来就很简单呀，世上有很多看起来艰难复杂的事情，其实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只不过，如果有人想混上史天王那条名叫天王号的大海船，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算是无所不能的楚留香，恐怕也办不到。是吗？是啊，你想，他1个月要在船上待20多天，如果你上不了他的船，你就根本见不到他的人。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船在哪里的话，你又怎么能上得了船呢？听你这么一说，这件事情的确不好解决呀。幸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管多困难的事情，总有法子可以解决的嘛。怎么解决？
很简单啊，你只要能找到一个能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那么那个人在哪里啊？我呀，我就是那个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人。哦，照这样看起来，我的运气还真的不错呀，居然能够遇到一个像你这么有办法的人。我一直都听说你的运气很好。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第一，因为我高兴；第二，因为我愿意；第三，因为我喜欢你啊。你又怎么会突然喜欢我呢？难道是那位石田斋彦先生又出了几十万两银子，要你来喜欢我的？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你为什么要把我想成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呢？好，我知道你又有情，而且又有义。我也知道，如果没有你，这件事情我是办不成的。可是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哪一件事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吗？我也猜到你不知道。我相信你非但不知道，而且连想都想不到。也许我早已经想到了呢，也许我已经知道了呢。马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下？难道前面又出了什么事？这位仁兄，这半夜三更的，你把人家的马挡在路上，这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吓死别人？你难道是来找我的？你到底是谁？如果你是来找我的，为什么不开一开尊口，跟我说说话呢？这位兄台，既然你不能够开口说话，我又不知道你要将我带到哪里去，要去见谁，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好，既然如此，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经常到这儿来，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车子的轮轴常常需要加一点油，人也一样，往往需要一个人静下来想一想。有时候，寂寞就像是加在车轴上的那种油，
可以让人的心转动起来轻快一点。只可惜，你今天晚上再也没有法子可以一个人静下来了，因为我还没打算要走。就算你要走，我也不会让你走的。我好不容易才把你请来，怎么能让你走呢？是你请我来的，用这种法子请人，我恐怕听都没有听过。因为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我才会用特别的法子请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又起了好奇心，谁能把你请来呢？不管怎么样，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来请客，也算你真的有法子。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一头熊呢。他本来就叫老熊。他的舌头怎么了？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把这样一个大汉的舌头给割下来？是他自己。他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舌头给割下来呢？因为他生怕自己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个人经常有一些别人不能知道的秘密。那你今天找我来这里，也是个秘密？是的，直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2个人之外，绝对没有别人知道你来过这儿。那么以后呢？以后恐怕就更没有人知道了，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的。我只想让你记住，你是我第一个男人，在我心里，恐怕不会再有第2个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我去找始天王，而且知道这一去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这种事，以前你会不会做？大概不会。就像我今天做的这种事，我本来也不会去做。可是既然你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呢？其实，我见过我父亲1次，那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母亲让我的一个奶妈带我去见他。我现在都能很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父亲
竟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他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我实在想要他抱一抱我，可是他的手上一直都握着他的剑，握得好紧好紧，吓得我一直都不敢开口。他从来都没有抱过你吗？从来没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恐怕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了。我只希望你告诉他，我一直都过得很好。以后恐怕我也未必能见到他。是的，你也未必能够见到他。恐怕你也不会再见到我了。睡在那里的是楚香帅吗？船上有个人想见楚香帅，楚香帅，你也一定想见他的。想见的话，就请到船上来吧，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叫我上船来，我就上来了。可是如果这艘船上没有我想要见的人的话，我可是要打你的屁股了。英子姑娘，你要知道，我对你可没有任何的企图啊。能再见到香帅，实在是在下的荣幸啊！在下特地为香帅准备了敝国的无上佳娘菊正宗，但愿能与香帅共谋一醉。
在下希望香帅明白，英子上次去找香帅，绝不是在下的意思。不是？香帅风流倜傥，当世无双啊！这世上不知有多少女子愿意献身一尽，又岂会是别人的意思呢？这一点想必香帅应该能够明白吧？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会在这里出现呢？实不相瞒，在下对香帅的行踪实在是清楚得很。有多清楚？要比香帅想象的还要清楚。此酒清而不涩，甜而不腻，淡中自有真味。果然是好酒。你知道我想见的人是谁了？这个人此刻也在这里。你看外面这江水，终日不停。就算有人将万两黄金丢下去，也只不过会溅起一片水花而已。等到水花消失时，江流还是不改，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管你扔下的是万两黄金，还是百斤废铁，都是这样子的。事实本来就如此。这个世上有太多无可奈何的事情，过去以后呢，就如春梦般了无痕迹可寻。事如春梦了无痕，此情只能成追忆，实在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别人可能没有，而你却有。我有什么？你可以选择，是成全别人让此情永成追忆呢，还是成全你自己？我可以助你，帮你寻回你的梦中人，载你们到一处世外桃源，让你们两情欢洽，共度一生。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你若轻易放弃了，你会后悔，痛苦终生啊！这是你的事，选择当然也在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劫人不成，杀我也不成，所以你才想出这个法子，要我去破坏这门亲事。因为史天王如果和杜先生联姻的话，你就没有法子对付他了，而且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纵然我确有此意，可是对你也有好处。既然对彼此都有利的，
又有何不可行的？只有一点不可。哪一点？好，也不能说只有一点，至少有2点以上。第一，我根本不想去那个什么鬼地方的世外桃源。第二呢，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娶老婆，而且是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江湖传言，当年血衣剑客薛衣人，剑法号称当世第一，却也败在你香帅的手下。在下也曾学剑多年，也想领教香帅的剑法，就请香帅赐教。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是给我个酒碗还是洗脸盆呐？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有什么意思？只是想再敬你一碗。哼，你要出远门了，要办大事去了。虽然不是西出阳关，但是我也要劝你多喝一些。劝君更尽一碗酒，东海之滨无故人。来，我的妈呀，这叫一碗啊！来，哎，就算是没有故人，我也会回来的。再说，那个老臭臭，肯定一直住在那里。如果我真的把这一洗脸盆的酒全都喝完，我看我要死在这里了。你认为楚留香一定会去？他说要去，就肯定会去，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他也会去。那他要是去不成呢？他怎么会去不成啊？他说要去的，没人能拦得住他，没有人劝得了他。要是没有人知道他要去，他现在可能已经在那儿了。只可惜啊，他有个朋友的嘴巴比洗澡盆还要大。我就是大嘴巴，怎么了？这又不是什么丑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别人呢？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可以告诉任何人，只不过知道的人越多，他的麻烦就会越多。史天王手下的人又不是吃素的，光一个白云生就让他吃不消了。我敢肯定，白云生的剑法绝不在当年的薛衣人之下。华大娘，送亲的队伍要启程了。这一路凶险必多，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多多保重。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妈，但我一直把你当成宝贝儿子一样。你一定不能死在路上。只有先生一个人在这里吗？
这里本来就只有我一个人。楚留香呢？他走了。他怎么能走得了？来即是来，去即是去，来来去去，岂是我能掌握？可是，我刚才看见先生以快作计，成清扬之势。楚香帅明明都已经完全被控制在先生的剑势之下，难道他能逃得过先生那必胜必杀的出手一击？他没有夺我，也不会夺我。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手。先生为什么不出手呢？我没有出手，因为我没有必胜的把握。当时他正在倒酒，我本来准备等酒杯中的酒倒满了之后再动手。酒杯一满，他倒酒的动作自然会停下来，否则杯中的酒将会溢出。那一瞬间，就是我最好的机会。我明白，在那种情况下，牵一发足以动全身。无论是酒杯满溢，还是他身体姿势与动作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他的精气与神貌。只要他的身体有一点破绽，先生就可以将他赐于剑下。是的，当时的情况本来应该是这样的。难道后来又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楚留香实在是非常人啊，他的应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啊。难道那杯酒始终就没有倒满？难道那壶酒恰巧在那一瞬间被倒空了？你的想法已经很好，但是你还是想的不对。哦，如果那一壶酒真的在那一瞬间恰巧倒完，那他现在已经死在我的剑下了。酒壶倒完，精气白出，也正是我的机会。那壶酒没有倒完？没有啊。酒杯也没有倒满？没有。他一直在倒酒，可是一直没有把壶中的酒倒完，杯中的酒也一直没有溢出来。我实在是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难道这酒杯有什么魔法？酒杯无法，他人却有法。什么法？循回流转，生生不息。这8个字就是他的法。
循回流转，这是什么法？我不懂。他一只手持杯，一手持酒壶，在壶中的酒流入杯中之时，已将他左手和右手之间的真气贯通。真气一贯通，就循回流转不息，而杯中与壶中之酒也随之流淌不息。所以，壶中的酒永远也倒不完，而杯中的酒也永远也倒不满。是的。真气与酒，两者循回流转，就把它的势造成了一个圆。是。浑圆无极，永无破绽。是啊。所以先生一直没有等到下手的机会。圆如太极，生生不息，我哪里会有机会？像他这么样一个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这种事有谁会相信？可是现在，我好像也不得不相信了。你相信，我也相信。除了你我之间，最少还有一个人也相信。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个人，的确来过这里。那先生没有看见他吗？我没有。就在我和楚留香以至高无上的剑意剑势互相对峙的时候，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就没有去看他一眼的余力。他一直都在静静地看着我们。再这样僵持下去，情况将会对我们俩非常不利，而对他却非常有利。对他有利，有什么利呢？渔翁之利。当时如果再僵持下去，他只要一出手，就能将我们置于死地。楚留香不是常人，这其间的厉害，我想他一定能看清的。这个我也看清了，所以我们几乎是在同一瞬间罢手的。就在这一瞬间，这个人也悄然离去了。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香帅，你拼命摸你的鼻子干什么？就算你把鼻子割掉，我都会认得你的。香帅，香帅，来呀！香帅，你都瘦了。香帅，你最近去哪里了？香帅果然好福气。我姓白，白云的白。我的名字叫白云生。楚人江南留香久，海上见有白云生。后者说的就是我。那么前面一句说的就是我？当然。这句话是谁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能够把你与我相提并论，那应该是你的荣幸。哦，真是又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座的这些姑娘们，想必你都认识。当然，我也知道，她们都是喜欢你的。可是我对你不够了解，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谁，所以我只能把她们全请来。他们当中若是有某人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立刻请他下船。不过你放心，我做事情非常周到，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有一点为难的。他们每一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每一个人我都很喜欢。无论是谁离开了，我都会很伤心的。香帅果然是多情人呐，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多情人最怕寂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请这些姑娘来，就是让她们陪着香帅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去见一个人？什么人？是香帅想见的，却见不到的人。史天王。对。哼，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在哪里吗？路程虽然遥远，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一路上香帅是不会寂寞的。香帅，香帅，香帅，哎，香帅，走啊！别走啊！香帅，别走啊！不管怎么样，能够暂时避一避风头也是好的。等到他们的火气过去再说吧。那些大小姐们怎么会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难道正在商议着怎么对付我？难道在给我准备洗澡水？哼，我至少已经有2、3天没洗澡了。如果能够坐在一大盆洗澡水里，那该有多好啊！但是那些大小姐们现在又怎么会替我准备洗澡水呢？洗澡水不冷不热，恰好是我喜欢的那种温度，连姨子糕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这是谁为我准备的呢？难道这就是他们对付我的战略？故意对我好一点，让我心里惭愧，然后再好好的修理我一顿。哼，不管了，先洗了再说吧。原来是你们！你们又来干什么？难道是来吃人的吗？如果香帅想吃我们的话，那么就请动手吧。哼！你们几时变得这么听话的？这次二将军吩咐我们过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听香帅的话，不管香帅叫我们干什么都行，所以我们才害怕。害怕？害怕什么？怕香帅真的把我们吃掉啊！尤其是我，怕得要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香帅如果一定要挑一个人来吃的话，第一个被挑中的肯定是我。我已经渐渐开始有点佩服这位二将军了。能够把这么多女人训练成这个样子，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绝不是任何男人都能够做到的。这位二将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从哪里来的？身上有没有藏什么刀剑暗器？我姓楚，叫楚留香。我是皇帝后代大汉子孙。我做人从来不会偷偷摸摸的，所以不需要带任何刀剑，也不需要带任何暗器。少啰嗦，把手举起来。哼，我为什么要把手举起来啊？因为我要搜一搜你。你要搜一搜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也想搜一搜你呢？只不过用的方法跟你不太一样而已。你敢？你敢碰我？我不敢，我的确不敢，所以我只能有别的法子了。什么法子？你猜呀？
看得出，他们这一剑不会刺瞎你的眼？哼，我看得出来，他们都是高手，出手自然会有分寸的。你怎么知道，他这一剑不会刺瞎你的眼？因为我是将军请来的客人，如果客人眼睛瞎了，那么做主人的岂不是很无趣？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主人。我这样的主人，又怎么样呢？哼，将军之威虽重，但毕竟还比不上将军的角色。倘若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瞎子的话，岂不是无趣的很吗？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女人了，只是我万万没有猜到你是这样的一种女人。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早就来了。你的胆子可真大！我就知道你胆子够大，所以我才找你来。相信你一定有胆量替我去杀人的。那也得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要杀的这个人当然不容易，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的身边都会有30名以上的1级高手保护着他。是谁派人保护他呢？杜先生和史天王。你那么想要杀了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怕他夺了你的宠啊？是的，史天王现在最宠的人是我，甚至封我为暴击将军。如果他来了，我算什么？可是如果史天王真的这么宠你的话，又何必要娶她呢？因为她是公主，我不是。我是史天王的妾，以前也是。我的命好像天生就是做别人妾的。以前，我跟的男人是个东洋老头子，有钱有势，而且还是个剑道的高手。石田斋彦左卫门。是的，就是他。虽然他也不错，但是和史天王相比，差远了。所以你不想失去史天王的宠，所以我才不能让这个见鬼的公主嫁给史天王。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杀了他。可是你为什么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次负责护送他的统领是胡铁花，胡铁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你。要杀玉剑，相信没有人比你的机会更好。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为了我。若换作是我以前的话，或许会答应。只可惜现在的我，
只能反过来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请把你的披风穿起来，然后再请那2位女剑客来刺瞎我的双眼。反正不管用什么方式，你都不妨试一试。我知道，你最喜欢跟别人说2个字。哪2个字？再见。你们的将军真的肯就这样让我走？当然是真的。将军不想杀死你，把你留住干什么？她还真是个爽快的女人。她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仅爽快，而且大方。只要是她请过来的客人，从来没有空手而回的。听你这么一说，看起来这些礼物好像是你们将军准备好给我的。我们将军不但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准备了3样。不过，你只能选择1样。哪3样？第1样是价值80万两的翡翠和珍珠。他还真大方。第2样是足够让你吃喝半个月的波斯葡萄酒和凤鸡肉脯，还有1大桶水。他想的还真周到。那么第3样呢？是一个已经快要死了的人。看他的样子，是活不了的。我们将军跟我说，你一定会选择第2样，因为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哼，是吗？可是将军又说，如果你选择了珠宝，那么你这个人不但贪心，而且愚蠢，就连他也会对你很瞧不起的。如果我选的是第3样呢？那你简直就不是人，是头猪喽！你这条船上没有粮食和水，至于酒，那更是谈都不用谈。没有酒喝，那是死不了的。如果没有水的话，谁都活不过7天。你选哪1样？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好啊。我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头猪。看起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吗？好像是。我想不通，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你这么高兴？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虽然还活着，也只不过是等死罢了，有什么好高兴的？你为什么不选择你需要的粮食和水，
而选择救我呢？白云生也是一个可怜人呐，他和暴击都是始天王的人，暴击竟然会对他下如此的毒手，看来遇见了。来，两杯。倒上。来，干杯，干杯！哎，我问你个事儿，那次你怎么会没死啊？因为有一个人救了我。对。在那种地方，那种时候，有谁会去救你啊？哼！别说你永远想不到，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啊。那你不用卖关子了啊！那个人究竟是谁啊？我已经猜了3个月都没猜出来。难道你真的要把我活活急死？好，这次我告诉你，救我的那个人，就是要搜我身的王麻子。是他救了你，他怎么会救你啊？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他能够救了我，只不过是因为我把他丢进了海里。他能搜我，我也能搜他，只不过像他那样的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碰的，所以用了种很特别的法子。什么法子？就是我先提起他那双尊脚，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抖了出来。然后呢？然后我就顺手摸鱼，把他身上抖出来的几样比较特别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个像袖剑般的圆铁筒子，拿走了。这个圆筒子救了你啊？正是。一个小小的圆筒子怎么能从大海中救人呢？别的圆筒子也许不能，但是这个圆筒子就能。这个圆筒子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啊？其实也不是什么鬼玩意儿，只不过是一桶奇花火箭而已。奇花火箭筒。白云生看到我把那个奇花火箭筒拿出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好比你看到1200坛陈年好酒还要高兴。哎，如果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脸上露出这样的表情，一辈子看到一次也就足够了。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运气很不错的，但没想到你这次运气那么好啊！这不是运气。这不是运气，难道你早就知道那个圆筒子是始天王属下遇难的时候用来呼救的讯号？
我不知道。哼，既然你不知道，那就是运气了。这只不过是一点点的智慧，一点点的谨慎，一点点的处处留意的习惯，再加上一点点的手法和技巧而已。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什么东西？那就是你所说的运气。除了运气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东西吗？我们把那个奇花火箭放出去之后，就有一批渔船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孤岛上的渔村。在那个渔村里头，我看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人。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他们是谁啊？胡开树、司徒平、金振甲和李顿。哇，这些大英雄、大侠客，他们到那个小渔村里去干什么？我想他们绝对不会是去吃鱼的，不然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渔村就是始天王在海上的根据地之一。难道那些大侠们都是为了始天王而去的？哦，像你胡大侠这样的一个聪明人，怎么就偏偏会有人说你笨呢？哎呀，我怎么会笨呢？啊，说实话，我一直有一点看不起那个胡开树，但是想不到他居然也有胆子去找始天王。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要去找始天王的？难道他去找始天王不是拼命？的确是拼命的，不过他找始天王不是为了拼自己的命，而是为了去求始天王帮他拼掉几个别人的命。他是不是还带去了一份重礼？那当然是少不了的。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奇怪，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看到你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一定很有意思。老实说，像他那样的表情，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第二次。哎，那一次始天王他到底有没有到你渔村去？他当然去了。你有没有看到他？我又不是瞎子，当然看见了。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能告诉你，在我看清楚他的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为什么别人说他是杀不死的。为什么？因为始天王不是一个人。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能遇见几位大侠，难道大伙儿都是来找始天王的吗？在下正是。大帅回来